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道教思想对中华文化以及我们华人的影响。这事儿可有意思啦，因为道教可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，它就像我们的文化基因，早就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。先说说道教到底是啥。道教起源于东汉末年，那时候社会动荡，老百姓日子不好过，就希望能找到个精神寄托。道教的祖师爷是老子，他写的《道德经》是道教的核心经典。道教的核心思想就是道法自然，无为而治，天人合一。啥叫道法自然呢？就是说万物都要顺应自然规律，不能瞎折腾。就好比种庄稼，该浇水就浇水，该施肥就施肥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，要是硬来，庄稼肯定长不好。无为而治可不是啥都不干，而是说不要过度干预，让万物按照自己的规律生长。就像放羊，羊群自己会找草吃，牧羊人只要在旁边看着就行，不用每时每刻都去指挥。天人合一就更厉害了，意思是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，人要尊重自然，自然也会回馈人类。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这和道教的思想不谋而合。道教思想对中华哲学的影响可不小，它和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两大支柱。儒家讲究入世，教人怎么在社会里做人做事，道教则更偏向出世，教人怎么在自然中找到内心的宁静。比如庄子就是道教思想的代表人物，他讲了好多有趣的故事，像庄周梦蝶，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庄子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子。这故事其实是在说，人和自然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，人要放下自我，融入自然。这种思想让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开始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，也启发了后来的文人墨客追求一种超脱的生活。在文学艺术方面，道教的影响更是随处可见，好多诗人、画家都受道教思想的启发，创作出了传世佳作。就说李白吧，他可是个道教迷，他的诗里充满了道教的浪漫和奇幻。像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，这句诗不仅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，也体现了道教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。还有苏轼，虽然他主要受佛教影响，但他的《前赤壁赋》里也有道教的影子。他写既浮游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，这不就是在感叹人生的渺小和自然的伟大吗？这和道教的天人合一思想如出一辙。在绘画方面，道教思想也发挥了大作用，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很多都是受道教思想的启发。画家们追求的是一种气韵生动，就是要画出自然的神韵。他们笔下的山水不是简单的风景，而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。比如范宽的《西山行旅图》，那山巍峨雄伟，人走在山间显得那么渺小，这不就是在提醒我们人要敬畏自然吗？